我花了6年的时间来承认一件事：有些路不是坚持了就会成功，而是越坚持，离自己就越来越远。曾经，我以为不管做什么，只要坚持，就一定会成功。于是我坚持了6年，来认清自己，其实一直都在逆向奔跑。在我小学的阶段，差不多8、9岁这样，那个时候的我是一个非常安静、乖巧的孩子，就是那种话不多、很内向、没什么主见，人家叫我做什么我就做什么，也没有什么脾气，一个喜欢坐在角落里的孩子。有一天，家里来了几位爸爸的朋友，我记得当时姐姐和妹妹都跟着妈妈陪着那些大人聊天，而我一个人坐在客厅的一个角落玩着我的积木。其中一位爸爸的朋友来到我的身边坐了下来，我下意识地停了下来，有点吓到。就在这个时候，他问了我一句：“我可以玩吗？”我没有说话，只是点了点头，就看到他默默地拿起了我的积木，玩了起来，并把它堆叠成了一种当时不认识的形状。我当下很诧异地看着他，他淡定地看着我，并随意地问了我一句：“你觉得你手上的积木还可以做成什么样子？”我当下整个头脑一片空白，竟然给不出任何的答案，内心感受到无比的压力，像是在课堂上回答不出老师的问题。我没有给他任何的回应，也没有说一句话，只是静静地看着他，但在心里早已害怕得像个做错事的小孩。一直到现在，我依然记得那种感觉。现在回想起来，那个叔叔只是在问我一个问题，但现在的我才发现，那个叔叔问的不是积木，他问的是想象力。但小时候的我早就习惯了寻找标准答案，所以当有人问我你觉得还可以变成什么的时候，我根本没有能力回答，因为从来没有人问过我这个问题。但当时的我连我不知道这4个字都说不出口，因为在我的世界里，不知道答案就等于出错了，而出错了就会很危险。这可能就是我后来很多决定的底层逻辑，都是不是我想要什么，而是我怎么做才不会出错，我该怎么做才会过关。我的家属于中式教育，永远都会有对错，所以从小不管做什么，总会有人告诉你应该要怎样才是对的。考试不及格就是因为懒惰，毕业以后一定要到新加坡去才会赚得到钱啊，甚至到干捞面一定要配青色的辣椒才是对的。好像很多事情都只会有一个面向，所以我很怕出错，我也很怕在晚餐的时候被点名，当作是当晚被嘲笑的对象。可是不知道为什么，这件事情总是发生在我身上。可能是我看起来比较没有情绪吧。直到中学以后，我在家的境况安全了很多，因为这个时候的我已经参透了这个家的游戏规则。
开始把自己投入进社团与学习里，早出晚归，慢慢建立自己的世界。那个时候的我第一次感受到一种很轻松的快乐。就这样一直到大学搬出去以后，我回家的次数也就越来越少了。在学习独立这个过程里，我学会了自己消化一切，不管是好的、坏的、开心的、难过的，都不需要透过家人让自己得到安慰。我会把所有的事情都写在小纸条上，而且要写得密密麻麻的，即便有人拿起来看，依然看不懂的那种，然后再把它撕碎，丢在学校的垃圾桶里。长大以后，虽然我已经逃出了家，也建立了自己的圈子，但那些做人要怎样才是对的声音并没有消失，他们已经被内化了，变成了我自己的声音。所以在大学选系的时候，我没有去想我喜欢什么，我擅长什么，我只是在想，以我的能力，念什么比较容易过关？什么会让人觉得我没有走错路？懂事以来，每当遇到了消化不了的事情，我都会自动略过，并抱着只要不要出错就好的底层心态，继续的生活着。大学的时候想，不要被当掉就好了。毕业以后觉得只要有个工作就好了，不想去新加坡我就去吉隆坡，反正也是个城市。你说要我赚钱，那我就选个单价最高的房地产做销售。如果你问我喜欢这些决定吗？我只能说，当时的我对照家里的要求以后，虽然不知道自己要什么，但知道自己不要什么，所以才做出了以上的决定。在正式踏入社会以前，我做了一件让家人很抓狂的事情。大学毕业以后，我没有像同学那样忙着找工作，而是偷偷申请了到美国打工旅行的计划。我是在要飞的前1个礼拜才跟家人说的。我的家人气到几个月都不跟我讲话，只有妈妈在我飞之前偷偷塞了一些钱给我，叮嘱我要联系她。她也是唯一一个跟我有联系的家人。她一直说美国很危险，枪击案这么多你还敢去，亚洲人会被歧视跟霸凌。我理性的回了她一句，我的钱已经付啦，合约也签了，现在违约要赔钱的耶。然后我就这样离开了。现在想想，我当时好像也真的蛮气人的。在美国那段时间，我遇见了很好的上司和同事，也遇见了来自不同国家、不同背景的朋友。我们带着各自的口音，试着理解彼此的感受和思维模式。那段时间也是我第一次开始怀疑，如果世界上很多事情其实没有唯一正确答案，那为什么我的人生一定要照着别人说的方式过？这个念头很小，小到我当时根本没有意识到它正在改变我。但现在回头看，也许就是从那一刻开始，我心里那个一直在找寻标准答案的人，第一次松动了。这也许是我这一生做过最美好的决定之一，也是为数不多真正出自于自己内心的决定。但
快乐的时光总是过得特别快，毕竟快乐是有期限的。回来以后，我也没有勇气再做第二次这样的选择，不是因为美国不好，而是我开始觉得自己不能再这样任性下去了。我爸都快70岁了，身边的人好像也都已经开始赚钱，而我还在寻找自己那种跟着感觉走的快乐，被我悄悄压了下去。我告诉自己，那只是一场旅行，旅行结束了，生活就要回到原本的样子。于是在回来以后，我选了一条看起来比较合理，感觉不会出错的路。在我的出生地，大部分的人都会选择进新加坡赚那3倍的工资。当时我姐已经在那里有了不错的收入，父母自然也会希望我赶快入职赚钱养家，但我不知道为什么，我就是不想去那里。我爸当时也已经快要70岁了，所以在迫于被比较又心急的状态下，我就这样跳入了一条看起来比较快赚到钱的道路——房地产行业。我认真的以为不一定要真心喜欢这份职业才会成功，只要努力就一定会有成就，就可以赚大钱。所以我就这样一头栽进了这个老鼠赛跑的世界里。房仲这个行业看似可以赚很多，但它的风险也很高，毕竟它不像普通朝九晚五的工作那样有保底，定时领固定的薪水。它属于典型的时间自由，有成交才有钱收的工作模式。所以我一直到签单的那一刻，心才会安定下来。但在这一系列的操作下来，我已经精疲力尽，根本没有其余的时间做其他的事情，更没有多余的时间让我去想到底喜欢什么，或是我真正想做的是什么，我适合做什么。你是不是想问，当时的我真的那么拼吗？我可以很诚实的回答你，一开始是拼的，而且第一单就赚了2万块，我很开心，但那种开心很快就消失了。我发现自己只要做到过关就停，每天回到家只想发呆，就连开单了都在焦虑顾客会不会反悔，这个月的户头里还剩下多少。我没有冲劲，没有喜悦，整个人已经被焦虑吞没。我记得有一次在跟顾客介绍完房子以后，我送他到大厅的门口，他突然对我说了一句：“你再继续努力，一定会成功的，加油。”我听到这句话的时候，很疲惫的苦笑着回了一句：“是吗？谢谢你哦。”他是我那天最后一个顾客，他人很好，但我在跟他交谈的过程中就已经有预感他不会买。所以当时他说了这句话以后，我整个人其实就一直沉浸在怎么办，今天3个月都没有开到单的消极情绪里，而忽略了来自这个陌生人的善意，也没有发现当时的自己其实也不相信自己会在这行获得成功。而在那之后的日子里，就有一种越做越无力的感觉，一种我知道该做什么事，但我就是动不起来的状态，想法在脑袋，可是一点行动力都没有。我开始摸鱼，到了公司，除了吃饭的时间，其余的时间都在装忙瞎忙。那一阵子我很迷茫，也很想要离开，但每次都被这行里的很多金句给劝退下来，像是
你没在这行赚到钱，证明你不够想要成功。留下来的人才是真正赚到钱的人。人的存在就是来证明自己的。是啊，是不是我不够想要，不够努力，所以才没有成功？我陷入了无限的焦虑与拉扯当中，也开始怀疑自己是不是真的不适合这行。我并没有选择向家人倾诉，也没有向领导求助，而是转向不怎么熟的同事，问他们遇到了什么问题，然后一起抱怨。当时的自己还在钻牛角尖，是不是跟进出了问题？不对啊，该说的都说了啊，为什么单词总是谈成了又变卦？我是不是该去拜拜啊？当时的我其实已经没有之前赚的多了，开始进入了一个月只有几百块甚至没有收入的情况。还有妈妈汇一些钱给我，我才交得起房租的那种状态。但奇怪的是，还倔强着不肯走。但后来我发现，我舍不得的根本不是房地产，而是那个曾经向所有人证明我一定会成功的自己。如果离开，就好像在承认当初那个决定错了，这些年的坚持错了，甚至连我自己都错了。而更深一层的是，我其实也很害怕自己没有在预期的时间里成功，害怕一再的让家人失望，害怕身边的人追过去，害怕这6年的时间最后什么都没留下。所以我不是在坚持梦想，不是在保护自己的自尊，也在对抗心里那份来不及成功的焦虑。我就这样兜兜转转，换公司，换项目，换职位，在这行待了6年。后面的2年，我转做一位房产领导的私人秘书，因为我想看看他是怎么成功的，还有在这行成功以后的样子，所以转去做了他的秘书。说白了，也是一种拖延，不是拖延离开，而是拖延面对一个问题。如果我承认这行不适合我，那我这6年到底在干嘛？我需要一个合理的理由继续坚持。跟这位领导共事的时间，坦白说蛮不错的，也挺开心的。我们工作起来也很有默契，但我看到的却是他光鲜亮丽的背后最真实的样子。我看见了在这行里成功的样子，它并不是轻松的，或是让你有更多的时间去做自己想做、喜欢的事情，而是还有更多的目标去追逐。这个月完了，还有下一个月，今年的团队达标了，还有明年。拿了 Top 1，就接受不了拿 Top 2，根本停不下来。那时候的我突然意识到，原来判断一件事适不适合自己，不只是看自己做得好不好，而是看当你看见这条路最成功的样子时，你会不会向往？如果答案是否定的，那很可能不是能力的问题，而是方向的问题。有时候我坐在他对面处理文件，看着他接电话，应付各种人各种事，我心里冒出来的都不是羡慕，而是一种说不清楚的疲惫感。那一刻我才发现，我连他成功的样子都不想要。就这样又过了一段时间，在某一天下班后，
我一个人静静地坐在捷运站的椅子上，看着一群跟我一样刚下班的路人。我开始问自己，如果有一天我像老板一样，在这个领域里获得认可，获得荣誉，成功，那个样子是我想要的吗？我当时身处在一个很嘈杂的环境里，却听到了自己的声音。我的心在这个时候很诚实地告诉我，不要。我曾经以为坚持就是美德，但有时候我们所坚持的不一定是适合自己的。当你一直在不适合自己的道路上奔跑，或是一直在跟不合适的人持续磨合，真的会得到我们想要的结果吗？我会快乐吗？我当初不愿意离开，并不是因为热爱，只是不能接受失败2个字。但这一次我放弃了，放弃得很彻底。我告诉自己，我不要再追着金钱跑，我要重新审视自己的内心，不再做无谓和盲目的坚持。我要重新去寻找一条让我感到兴奋和快乐的事情，不需要抱着很努力的心态去做，而是单纯的去享受整个创造的过程。一种很自然的动力突然就出现了，就像现在这样。有一次，我透过好朋友接触了花艺，在第一次插花的时候，他没有告诉我哪朵花应该放在哪里，也没有纠正我，只是温柔地跟我说了一句，跟着你的感觉走。那一刻，我突然想起很多年前那个陪我玩积木的叔叔。他问我，你觉得他还可以变成什么？那个时候的我回答不出来，因为我以为只有一个正确答案。但原来有些问题本来就没有标准答案，它们存在的目的不是要你答对，而是要你开始思考你自己怎么看，你自己想成为什么样的人，你自己想往哪里走。我花了20几年才慢慢学会回答这个问题。我终于停下来了，不是因为我跑赢了，而是因为我终于看清楚，我一直跑的那一条路根本就不是属于我的方向。如果你喜欢这支影片，欢迎大家留言、分享、点赞、订阅。我们下期见咯，拜拜。